大家好，我是郑长军，我又回到车子上，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茶树啊发芽的一个情况，地上都是茶花啊，都掉下来了。这几天冬至过后有点冷，但是芽苞开始大量的生长，基本上这些芽苞的话，如果大山里的芽苞的话，会到像这类芽苞的话，会到3月初的时候，那它就很多了，就可以我们可以采这个芽苞啊。芽苞今年普文会研发一款芽苞的一款绿茶，要做烘焙型的一款绿茶，不是单纯的白茶，白茶太寒了。我们讲上次没有讲完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茶树啊，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茶树，这是野茶的芽苞，但是这棵原来的根啊，它其实不是野茶，但是你看这里有个节，一般嫁接的树它都会在树根上，就树干上都会有长一个节苞，这是嫁接出来的啊，跟扦插是两码事。大家看一下这个蒙古大叶种有多大啊，都是这一排都是蒙古大叶种，这一排都是。大叶种不是说谁在什么谁组织什么节庆送那个什么礼，然后这是蒙古大叶种。送茶籽什么？这类啊，这是它新抽出来的根，它会新抽出来的根之后，它就那个叶子它就会非常大啊。这是这棵树上它抽出来的根，它就不一样。新发的枝条了啊。然后这里因为是海拔的原因，它长时间海拔的原因，比如说海拔比较高，你看这个叶子其实是同棵树上的，它的叶子就变瘦长了。这个它根据这个气候，它时间一长，它就慢慢的，你看越到上面的叶子它就越细小，越老的叶子它就越细小了啊，因为这是根据气候和环境，它树种跟人都是一样，它有个适应性的改变。比如像广东人，原生的广东人，他的鼻子就相对来说比较塌。你像北方人，他的鼻子就比较高，就是这个是欧洲人，他的鼻子就比较高了嘛。这就是一个根据气候而变化的一个变化。它同一棵树上也有变异的啊。然后新抽的枝叶，它的种性在嘛，所以说你看它新抽出来的枝叶，底下新抽出来的枝叶会特别茂盛，特别肥大啊。你像这个叶子就特别大了，其实是同一棵树啊，它就是底下的根抽出来的。明白啊。尤其是各种茶在附近的时候，蜜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在花粉传播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像这个开花的这个季节的时候，蜜蜂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花粉相互在授受的过程当中，其实茶树在存在的一些变化啊。对，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开始有些变了，那个杆就变成紫红色了啊。这个就是山野气息越来越重之后，它就开始转变。其实很多紫芽，你看像紫芽，它这个芽长出来它有点紫，然后叶面都开始有点紫啊。这是一个可以做单株的一棵大树啊，它就开始变异啊。这棵日后做出来的味道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把这几棵3棵纳入自己的版图啊，这3棵真的古树啊，这一棵能采50-60公斤鲜叶。这个树根反正是大家都知道，直径60-70公分是很正常的啊。这些树都是有保护单位的。一棵蒙古大叶种都是可以做单株的，就有这些这里都是这就是下面能做17-18公斤的一棵就在正中间有个17-18公斤的一棵，这棵已经被一个茶友包走了
啊，这些都是大单株。那个高的那个是野茶的单株。像这些都是可以做单株的。手上的一片古茶，大家看一下，下面都是。这是大的一棵蒙古大叶丛。那边，对，散盆形比较散的是蒙古大叶丛。这个也是，这几个黄叶子的，因为海拔高，它的这个就没有采过秋茶，大家看一下，所以说它的叶子比较黄。我们的现在大疆无人机准备去探寻一下我们的，从空中拍摄一下我们的一个小古树群。就这一小片，有10几亩，有40、50棵大单株。是一个茶友包的一棵树这是一个茶友这是一棵茶友孙近娇，一个茶友叫孙近娇包的一棵树它这个叶盆的叶展可以到直线可以到10几米，应该有10米左右吧。从这边头上的一个叶展到那边的叶展有10米左右两边的这个盆形就非常大，大家看一下，这个盆形就非常大，这个盆形展开，大家看看，非常大的一个盆形。这棵树形非常好而且这棵树的抗病能力特别强，因为它有很多树苞、树瘤这说明这棵树的抗病能力非常强。而且你像树上的这种青苔就非常多这个叶差的话，我一个手是根本就是拿不过的这些都是树苞。这个叶展，这棵树能采摘70多公斤的鲜叶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一棵树高度这棵树有11、2米吧。这是一棵蒙古大叶丛，大家看这个叶脉这是一个大叶种，但是在海拔比较高，它就开始有变化。就刚说的一个问题，这叶子是根据它的海拔，新老叶子它就变得不一样。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出来的新叶子，给我走一下。同样的是一棵树上的这个大叶种，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大叶子我一个手比我一个手头大这都是这边大叶子。这其实是一棵蒙古大叶种，你看这个叶子，大家就看就知道了叶落拱起来了，叶面下去，它会存在一些变异情况。这个变异不是说树种的变异这个变异就是蒙古大叶种。这个变异是因为根据海拔的高度，它的生长环境，它的叶子自然而然的生小，越到高处的叶子它就越长得越小越到底下的叶子，它的叶子越肥厚越大这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道理你看到往上面走，那叶子就偏小，顶上的叶子就非常小。